1990年2月11日，南非维克多·维斯特监狱的大门在全世界的注视下缓缓打开，一个瘦削而挺拔的身影从这座囚禁了他长达27年、总计1万多个日夜的牢笼中走了出来。他就是纳尔逊·曼德拉。当他重新呼吸到自由的空气时，整个南非乃至全世界都屏住了呼吸，人们心中充满了疑问与期待，甚至是不安。这位被剥夺了近30年黄金岁月的斗士将如何面对这个曾带给他无尽苦难与屈辱的国家？彼时的南非早已是一个巨大的火药桶，种族隔离制度像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，将整个社会撕裂成黑与白两个尖锐对立的阵营。白人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与暴力机器，内心充满了对未来的恐惧与不安，而非裔族群则在长期的压迫下积蓄了火山般炽热的愤怒。复仇的呼声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暗流涌动，所有人都预感到一场血腥的清算与内战似乎在所难免。毕竟，用仇恨回敬仇恨，用暴力报复暴力，这是人类历史上重复了千百遍的剧本，似乎是天经地义的选择。然而，曼德拉的选择却让整个世界为之震惊，也为之肃然起敬。他选择了宽恕，一条最艰难却也最伟大的道路。在他宣誓就任总统的就职典礼上，一个特殊的细节让无数人为之动容。他亲自打电话公开邀请了3位曾看守他的白人狱卒来到现场观礼，并将他们奉为上宾。面对昔日的压迫者，他没有丝毫的怨恨与轻蔑，反而致以最真诚的敬意。在全世界的镜头前，他缓缓地说出了那句后来被载入史册的名言：在我走出囚室，迈向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，我已经清楚，如果自己不能把悲伤与怨恨留在身后，那么我其实仍在狱中。这句掷地有声的话，如同一股温暖而强大的力量，瞬间穿透了所有的隔阂与仇恨，抚平了整个国家的焦虑与伤痕。他深知，冤冤相报只会让仇恨的锁链越收越紧，最终将所有人都拖入毁灭的深渊。唯有宽恕才能斩断这条恶性循环的锁链，让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真正地卸下历史的包袱，走向充满希望的未来。为了将和解的理念付诸实践，他顶住了来自党内外的巨大压力，成立了举世闻名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。这个委员会的核心原则是赦免，而非惩罚。他鼓励那些在种族隔离时期犯下罪行的人，只要能坦白自己的所作所为，就可以获得赦免。这在当时引发了巨大的争议，许多黑人同胞无法理解。他们质问曼德拉：我们流了那么多血，失去了那么多亲人，凭什么要轻易地原谅那些刽子手？面对质疑，曼德拉讲述了自己在罗本岛狱中的一段经历。他说，监狱里最残酷的不是繁重的劳役，不是恶劣的环境，而是日复一日的想要复仇的念头对自己内心的啃噬。他花了整整27年才终于明白，当你选择仇恨时，你首先囚禁的是你自己的灵魂。他用自己的行动向世人展示了一种更为高级的智慧，一个寻求复仇的灵魂。
只会让自己永远活在过去的牢笼里，最终摧毁自己。而一个懂得和解的灵魂，才能真正的解放自己，建立一个伟大的国度。曼德拉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原谅的传奇，它更深刻地揭示了一种决定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最终高度的质量——气度。气度究竟是什么？它不是与生俱来的禀赋，更不是故作姿态的表演，它是一种源自内心深处的从容与坚韧，是在经历了世事浮沉，洞察了人性复杂之后所沉淀下来的一种智慧与格局。它如同一个稳定而强大的能量场，让你在任何狂风暴雨的人生境遇中都能稳如磐石，不轻易被外界的喧嚣所左右。气度从不通过声色俱厉的威吓来彰显，那只是虚张声势的色厉内荏。它也并非佛系躺平式的无欲无求，那可能只是逃避现实的犬儒主义。它更不是八面玲珑，不得罪任何人的圆滑世故，那往往是缺乏原则的表现。真正的气度是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，让人心生敬畏，让人愿意追随。它是一种内在的笃定，让你无论身处何种境地，面对何种人物，都能不卑不亢，游刃有余。曼德拉的气度并非来自总统的权杖，而是在罗本岛那间狭小、潮湿、孤寂的牢房里，日复一日磨砺而成的。在那里，他用27年的时间，战胜了内心最凶猛的野兽——仇恨。他悟透了一个真理：真正的强大，不是去征服世界，而是先要掌控自己的内心。这种气度，古人称之为将帅之风。哲学家尼采将其定义为权力意志，但这种权力并非指向对他人的支配，而是指向对自我生命的不断超越与创造。放眼古今中外，那些真正能成大事的人物，无疑不具备这种超凡的气度。在东方的历史长河中，苏轼的一生便是对气度二字最为生动的诠释。公元1079年，一场乌台诗案将正值壮年的苏轼从人生的巅峰瞬间打入谷底。他被捕入狱，受尽折磨，九死一生，最后被贬谪到偏远的黄州，从一个众星捧月的文坛领袖，变为一个戴罪之身的落魄官员。这种云泥之别的落差，足以压垮任何一个心高气傲的灵魂。然而，苏轼却没有被击倒。在黄州，他脱下官袍，穿上芒鞋，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，自号东坡居士。他不再沉湎于过去的荣耀与委屈，而是将全部的热情投入到眼前的生活中。他亲手耕种，盖房酿酒，与渔夫樵子为友，从最平凡的烟火气中寻找生命的乐趣。他发现了当地的猪肉物美价廉，便潜心研究，发明了流传千古的东坡肉。他游览赤壁，写下了气势磅礴的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和充满哲思的《前后赤壁赋》。在苏轼的身上，你看不到丝毫的怨天尤人，他将生命中的每一次减法都活成了一次加法。被贬黄州，他收获了东坡居士的称号；被贬惠州，他写下日啖荔枝300克，不辞常做岭南人的家具；被贬到最为蛮荒的海南儋州，他依然能开办学堂，传播中原文化，将那片蛮荒之地
变成了海外邹鲁。苏轼的伟大，不仅在于他的文学成就，更在于他那种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旷达气度。他将外界强加给他的苦难，全部转化为滋养自己生命的养分。他的内心庞佛有一个强大的消化系统，能将一切的诋毁、不公、困顿都转化为诗酒文章，转化为对生活的无限热爱。这就是一种历经苦难磨砺后的从容不迫的文化气度。将视线拉回到现代商业世界，我们同样能看到这种气度的力量。投资巨擘沃伦·巴菲特以其在别人贪婪时恐惧，在别人恐惧时贪婪的投资哲学闻名于世。他的成功不仅仅是商业眼光的胜利，更是他那种任尔东西南北风，我自岿然不动的心理素质的胜利。数十年来，他经历了无数次的市场崩盘与金融危机，从石油危机到互联网泡沫，再到次贷危机，每一次市场都风声鹤唳，哀鸿遍野。然而巴菲特似乎永远都能置身事外，他从不听信市场的噪音，也从不为短期的波动而焦虑。他只是静静地坐在奥马哈的办公室里，阅读着枯燥的财务报表，坚守着自己的价值投资理念。他的合伙人查理·芒格曾说，沃伦和我都不是靠预测市场来赚钱的，我们靠的是在别人失去理智的时候保持理智。这种在巨大的金钱诱惑与恐惧面前始终保持内心秩序的能力，就是一种顶级的财富气度。它让巴菲特能够穿越牛熊，最终成为无可争议的股神。在艺术领域，这种气度同样熠熠生辉。美籍非裔作家玛雅·安吉罗童年经历了难以想象的创伤，他在8岁时被强暴，因为过于恐惧，他一度失语长达5年之久。在那个种族歧视盛行的年代，作为一个黑人女性，她承受了来自社会的双重压迫。然而，她没有让这些黑暗的经历吞噬自己，相反，她将所有的痛苦与挣扎都化作了笔下充满力量的文字。她曾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：人们会忘记你说过的话，会忘记你做过的事，但永远不会忘记你带给他们的感受。他的气度在于他能将自身的痛苦提炼成滋养他人灵魂的甘泉。他用一种坚韧的、宽广的爱去对抗整个世界的冰冷与偏见。他的自传《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》激励了全世界无数在困境中挣扎的灵魂。他告诉我们，最高贵的气度是即使自己身处沟渠，依然有能力仰望星空，并为他人点亮一盏灯。这些来自不同领域、不同时代的杰出人物，他们身上都有一种共同的特质，他们的力量从不外露，而是内敛的、深沉的。他们从不急于求成，也从不惊慌失措。在他们身上，你看不到多余的、琐碎的肢体动作，听不到轻浮的、充满语气词的言辞。他们的目光坚定而温和，能够平静地注视对方的眼睛。他们的言谈清晰而有力，用最温柔的语气说出最坚定的话。这并非软弱，而是一种历经千帆后的通透与豁达，是一种将内心汹涌的情绪驯化为静水深流的顶级能力。那么，作为渴望成长的普通人，我们该如何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中
一步步修炼出属于自己的气度。这并非一蹴而就的易事，但依然有迹可循。首先，最重要的一步是停止无谓的精神内耗。很多时候，真正困住我们的不是事情本身的难度，而是我们在行动之前对事情的种种负面想象。我们害怕失败，害怕被嘲笑，害怕不确定的结果，于是在脑海中反复预演各种失败的场景，最终在行动开始之前就已经耗尽了全部的能量。北师大钱静教授曾提出一个极具操作性的观点：积极性是会随着时间而消失的。想得越多，越容易放弃。因此，当你面对一个挑战或机遇时，只要经过理性分析，有51%的把握，就不要再犹豫，立刻去做。当你真正的将自己投入到行动的洪流中，你会惊讶地发现，之前担忧的很多问题，要么根本不存在，要么在行动的过程中，自然而然的就找到了解决方案。戒掉想太多的习惯，是养成气度的第一块基石。其次，是通过持续的跨学科的阅读来滋养你的大脑。查理·芒格说，我这辈子遇到的聪明人，没有一个不是每天都在阅读的。沃伦和我读书之多，可能会超乎你的想象。在这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，坚持系统性的阅读显得尤为可贵。不要只局限于自己专业领域的书籍，而应当广泛涉猎历史、心理学、商业、哲学、艺术等多方面的知识。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能够帮助你建立一个多元思维模型。你看待问题的视角会从单一的点扩展到复杂的面，甚至是多维的体。当你能够从历史的长河中看到人性的重复，从心理学的角度洞察行为的动机，从商业的逻辑中理解社会的运转，你内心的困惑与迷茫自然会大大减少。当你见识的格局大了，内心的气度自然也就养成了。最后，是学会与自己高质量的独处，在宁静中锤炼内心的力量。尝试每天或每周安排一段固定的时间，进行静坐或冥想。这并不是为了追求某种神秘的体验，或是为了逃避现实，而是为了创造一个机会，让我们从外界的喧嚣和内心的纷扰中暂时地抽离出来。在宁静中，你可以更好地观察自己的念头与情绪，而不被他们所裹挟。科学研究早已证明，长期的冥想训练可以有效降低大脑中杏仁核、主管恐惧、焦虑等应激反应的区域的活性，同时增强前额叶皮层、主管理性思考、决策与意志力的区域的功能。这就是那些真正的强者，总能在巨大的压力下依然保持冷静与清醒，做出正确决策的底层逻辑。他们能够做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，并非天生没有恐惧，而是他们的理性早已习惯于驾驭感性的野马。请务必记住，气场从来都不是天生的，它是一场漫长的、刻意为之的自我修炼。它源于你对内心世界的掌控，源于你对广阔知识的渴求，更源于你对这个复杂世界更为深刻的理解与爱。当你不再轻易地被自己的情绪所左右，当你能够用更宏大的视角看待生命中的起落，当你的内心拥有了磐石般沉稳而坚定的力量，那种不怒自威的气场，
那种让人如沐春风的气度，便会自然而然地从你的每一个眼神、每一次言谈、每一个举手投足之间散发出来。愿我们都能在这条自我修炼的道路上保持耐心，持续精进，最终成为那个在任何场合都能淡定从容、散发光芒的人。